你可能不知道，核桃还可以这样吃，把它用陈醋泡一泡，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问题、大烦恼。方法简单、省钱又实用，但是这种吃法有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那么就赶紧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核桃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它是一种营养价值特别丰富的坚果，它主要就是食用和药用两种方法，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、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。我相信有很多家里面都有很多的核桃。然而今天为大家分享这个核桃的吃法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试过，甚至没有听说过。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首先我们把核桃一个一个给它夹开，这里我们只需要用到核桃仁。当然如果你家没有核桃夹子，那么就用砖头来砸。相信有很多朋友吃核桃都是直接用砖头砸的吧。夹开核桃之后，我们把核桃仁给它取出来。核桃仁不需要太多，我们只需要加上6-7颗核桃就好了。然而核桃壳咱们也不要扔哦，因为核桃壳当中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。因此吃完核桃后，我们把核桃壳给它放在一旁保存。当然剥出来的核桃仁我们需要用水给它清洗一下，你只需要轻轻的在水里给它扒拉几下，你就会发现清洗核桃仁的水其实也特别的脏。我们可以看见里面有很多的灰尘，因此我们在吃核桃之前也要用水将它清洗哦。接下来我们需要用漏勺将核桃仁给它过滤出来，可以看见碗底有很多的渣子灰尘，然后再用流动水给它冲洗一下，这样咱们的核桃就清洗得非常干净了，吃起来也更加的放心，更加的健康。然后把洗干净的核桃仁倒入盘中，用手将这些核桃仁给它扒开，尽量不要叠加在一起，再用纸巾把核桃仁上面的水分给它擦拭干净。众所周知，纸巾它的吸水作用是非常之强，因此用纸巾来擦拭核桃仁表面的水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直到将核桃仁擦拭到不滴水就可以了，如视频中这样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将这些核桃给它掰开，尽量掰成小块的，才能够让它的营养成分释放得更加充分。因为我们这里不是直接食用，因此这些比较大块的核桃我们都要将它掰成小块哦。最后把核桃倒入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中，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瓶老陈醋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老陈醋，就可以去邻居家借上一瓶，如果实在没有，也可以用家里面的香醋来代替。老陈醋它不仅是调味品，而且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哦。接下来我们将老陈醋倒入碗中，把所有的核桃仁浸泡入其中。不知道这种做法你平时有没有试过呢？再用筷子搅拌搅拌，把漂浮在面上的核桃仁给它搅拌入陈醋之中，让每一块核桃仁
都均匀的浸泡在陈醋当中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再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，尽量给它包得严严实实，让陈醋和核桃仁处于一个密封状态下来进行浸泡，这样泡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哦。因为陈醋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，有可能导致变质。然而我们浸泡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2到3天就可以了。浸泡时间到了，我们再将保鲜膜给撕开。因为天气温度太高，我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浸泡的。这样一个简单的陈醋泡核桃我们就已经制作好了。虽然说核桃本身就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但是你可能并不知道，用这个方法制作出来的核桃效果会更好哦。因为它可是老人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里面包含了他们的智慧与结晶，当然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。你只需要每天吃上这样几颗陈醋泡核桃，吃上一段时间过后，你就会有大大的惊喜和发现哦。当然，如果吃起来你觉得太酸，也可以用第二种使用方法，陈醋一勺，把它放入喝水的杯中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白糖，喜欢甜的可以多放入一些，最后用温开水来进行冲泡。只需要将里面的白糖冲泡融化就可以了。因为核桃当中的营养成分经过陈醋的3天浸泡已经全部释放出来，搅拌搅拌，把里面的白糖搅拌至融化，我们就可以喝了。而这样喝起来不仅口感酸酸甜甜，而且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。当然你一定要将里面的核桃仁给吃掉哦，因为核桃仁它是营养的重要来源。视频看到这里，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陈醋泡核桃的作用了，那么赶紧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吧，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哦。不知道平常喜欢吃核桃的你有没有试过这个方法呢？如果没有，那么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，这里是红红美食坊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